我若要走，天下何处不是我的立足之地？但我有必须要做的事，我不能走。多谢江大人指点迷津，可否靠近点说话？江大人，瞧瞧，这儿有几缕蓝色，几缕红色。蓝色，红色。对，你好好数一数，数完后闭上眼睛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你有话要问我？蓝，红，没有蓝。也没有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蓝红？仙姑姐姐道法不精啊，迷人心智还能失手？不可能是我的问题，那是谁的问题？是他眼睛有问题。江春，我是13年前，你可是住在花昌县？是。当时多大？14岁。你捡回过一个人头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是如何捡到那个人头的？不是我捡的，是我去取的。那天晚上雨下很大，我父亲当值不慎摔断了腿，衙门不想续用他，我就想再去求一求父亲的同僚，替他说几句好话，但好像走岔了。雨太大，周围很黑，我就随便找了个廊檐躲雨。恰巧听到有2人在屋里说话。也烂的差不多了，明日就拿去衙门领赏。还有那位爷给的赏钱，该有几年好日子过了。那个位置保险吗？七里坡，那地儿就没人去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只听见了有赏银拿。若有银子，便可请大夫治好我爹的腿。我怕他们第2天就会把这个宝贝挖走，于是连夜跑去了七里坡，就这么从坡下挖出了命案死者沈秀那个一直没能找见的人头。我好像也听说了这个案子，你搞那么多事就是为了查案？你和这案子什么关系？莫非你是苦主？哎，行了，知道了，不问，离远点，坐口。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？是，我有色弱之症，只能看见黑色和白色。有些人故弄玄虚，非要弄什么蓝色、红色，结果人家压根儿都瞧不见。你当时去求的是哪几个同僚？住在何处还记得吗？我先去找的人住在月华街，在县衙东面。巷子很多，走乱了，但方向大致是对的。你想找藏人头的那户人家，你要照他这么说的去找，大约是找不到的。崇宁5年，月华街一带发生过一起火灾，之后的5坊19街都是重建的，位置、大小、住户都和13年前大不一样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既然来到了华昌县，就肯定会看一下当地的县志啊、卷宗什么的。叫好，我又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所以别没事再拿你那老屎子毒药吓唬我。我一害怕，说不定什么都忘了。
怎么会？之后还得仰仗陆大人。你过来，干活去。啊，我啊。哟，你也被叫过来了？这老头什么来路？怎么这么凶啊？崔三爷本县的仵作，这县太爷好得罪啊，这位崔爷可千万别。哎呀，嘿，这小老儿把我们唬过来做苦力，自己人跑哪儿去了？小姑娘真是胆大包天呐！你确定他醒来不会有这段记忆？按常理来说不会。那若不按常理呢？那我就死定了，并且我会带着你一起死。你那个什么莫逆呢？你给他来一颗。你以为那是枣条糕吗？说有就有的，就这么一颗用你身上了。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跟那个范季礼关一块儿，怎么样？不必借机试探我，也不必靠这么近。啊，江建伟，方才对不住啊，是我打晕了你。但你要理解我，骤然看到一个男子闯入自己未婚妻的房间，这下手没轻没重也很正常吧？未婚妻？他是雪照居的画眉仙人。画眉仙人怎么了？我对渊渊一见钟情，渊渊呢也愿意同我长相厮守。再说了，前几日落水的时候是渊渊救了我，我从此魂牵梦萦。李姑娘，你多谢江大人体恤，池郎乃我命中避不过的劫数，我是自愿留在这里，嫁给他的。如此说来，是我多此一举了。告辞。渊渊。命中避不过的劫数，论肉麻和夸大其词，您不比我差吧？这厮有几膀子力气，不过脑子不太灵光，胡扯鬼扯竟能蒙混过去。自然比不上县令大人，尖角无匹，一肚子的鬼话。你们说谎！什么意思？你们刚刚在鬼扯。说，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青春，你莫忘了我是你上官。你说，还是你说？一个小小的县尉，你这个……别叫！不想知道当年的人头是怎么来的吗？我是武夫，不是傻子。范季礼刚死，你们就找上了我。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我与范季礼素无往来，唯一的关联就是画眉鸟案。你们是在查案？
从7、8年前起，这条街我每日都要跑上一次。为什么10来岁的小孩可能确实什么都不懂，但人难道会一辈子懵懵懂懂？等我长大些，想明白其中关窍，知道那人头来的蹊跷后，便每日不能再安宁。你想找出那夜对谈之人？有疑必究，但事情已经发生这么多年，要想继续调查下去，需要实证。当夜谈话之人就是实证，可惜当年月华街大火，早已物是人非。隔了多年想再去寻找，恐怕很是不容易。是，但有了我们这位汴京来的县令大人，事情便大不一样了。我怎么觉得你俩更为同气连枝？既然你与我们目的相同，你刚才动手做什么？因为我刚才气有点不顺。陆大人既然看过当初的卷宗地图，那不如我们就来实地比对一下。我帮江县尉回忆并不难，但是要当场测绘出位置、准确定位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当年月华街为正东西向，长1里右半，宽2丈，左右各邻何处？距离几何？向北临近涌泉坊，间1丈余；向南贴近方氏，间2丈。街上共计住户、店铺、宗地126，制式规整，院目大小都在1丈半。当日我一路往地势高的地方走，应当是正东面。起初跑了有小半盏茶的功夫，约有数10户人家，然后就碰见了岔道，跑乱了，但又感觉方向是对的。方向是对的，可见2条岔路并非是平直的分道，多半是中间角度较小，朝着一个方向的应当是春兴街。岔路又分了10字路，一侧能看到远处的白塔。那夜的茅屋，应当就在此处。